行了，你们俩别盯着我了。刚结案就重启，这不是自扇耳光吗？舅舅，我送你一句话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林兰，舅舅不要面子没问题，可我上头那些法国老爷不行啊。再不发通缉令，陈玉兰跑了就真来不及了。对呀。哦，你发了通缉令，万一他藏了起来，你不是更找不到了吗？行了行了，这网已经撒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捞到鱼再说啊。公共租界义安医院新去了个姓孙的医生。李探长，谢谢你。回头张督察请你吃酒。哎，怎么就我请了呀？阿多比0.5，快！好，等等，法租界中央巡捕房法医秦鑫，现在病人由我接管。可是现在病人非常危险，出了什么事儿我负责。好久不见，陈玉兰。说说吧，你给病人都注射了什么？没有。是洋地黄丁剂吧？你先用洋地黄丁剂。造成病人房室传导阻滞，心率下降，再用阿托品加速房室传导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在药理上这两者有矛盾？阿托品有可能加速恶化，诱发室颤而死。人怎么样了？醒过来了，已经交给那边的医生接管了。说说吧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假扮成孙玉瑶？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就和你们说说吧。是谁来的2年前的陈玉兰，只是一个没人在乎的小护士，与其叫护士，快点，等什么呢？用手啊！不如叫佣人更贴切些。小陈，快过来！哦，来了。把这个裤子床单换一下。所有最脏最累的活，他们只交给我一个人。明明是他们犯的错，为什么让我来承担？取一份奎宁丁给我。啊。给。我要的是奎宁，不是奎宁丁。您刚跟我说的就是奎宁丁啊，我说的是奎宁，听错了吧？哦。这2种药如果用错是会出事的，你知道吧？真的不是我弄错的，孙医生说的就是奎宁丁啊。还在狡辩，这个月扣你10块银元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
难道就因为我是新来的？那后来的那些医疗事故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我只是他们的替罪羊而已。医生，救救他！医生，救救他！救我哥！怎么回事啊？医生，快救救我哥呀！医生，你救救他！医生，快救救他！我来吧。快救救我哥！快救救我哥！痛过来了，痛过来了！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，救活我哥！谢谢你救活了我丈夫，你就是华佗在世，大夫真是华佗在世，救活我哥！谢谢你，大夫，谢谢大夫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大夫。死了？怎么会呢？昨天我们不是才抢救过了？你到底给他用了什么药啊？就用了苯巴比妥0.3，我都是按照孙医生的处方来的。你确定用药的剂量没问题吗？不可能有问题的，剂量都是之前就配好的。那病人怎么就突然心脏衰竭了呢？院长，我在医院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的水平你是知道的呀。真的不是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院长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院长，院长。所以你怀恨在心，杀了孙玉瑶。我没有想杀他的，我只是想要个说法。你都已经出来了，何必还在意过去的事儿？我就是想知道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。哪有什么对错，你就自己认倒霉吧。倒霉？我蹲了6个月的班房，难道就因为我倒霉吗？难不成我去蹲班房啊？那我以后日子还怎么过？哎，我要出门了，电影要开场了，你走吧。走，往哪走？你为什么要走啊？我的日子就不过了吗？我的日子呢？我没有日子要过吗？我的日子就不过了吗？失手杀了他之后，我知道在华界待不下去了，所以躲到了租界。那你为什么要假扮成孙玉瑶？既然到了新的地方，为什么不换一种新的生活呢？换了是你，你还愿意过之前奴才一样的日子？但医生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。不就是看病开药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我可以学啊。你就不怕出什么问题吗？做医生，名声不好才是问题。都吃了大半个月的药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你会不会治病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药效也就不一样，这是正常的。那也不能一点用都没有呀！我先生躺在这里这么久了，一点好转都没有。您先生的情况现在只能用这个药，真的好不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是不是医生？你不是的话，换一个给我们瞧。哎呦，是啊，这么久都没好，估计不是什么正经医生，看了这么久都不见好的。
你先给病人下毒，再表演抢救，就是为了让人觉得你医术高明。只有这样做，他们才会感谢我，才会知道我有多重要。你这是拿人命开玩笑，你根本就不配当医生。从他们踏进医院的那一刻起，命就已经不是他们的了。即使不是我，他们也可能被误诊，也可能被用。再变换陈玉兰。孙大夫，你知道我一直很信任你，但是这本簿子，我实在是无法跟董事会交代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可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，这不应该是你的水平啊！你的毕业证书不会是假的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3天之内写一份报告给我，解释解释。张秘书，你明天去一趟圣约翰大学，帮我拿份资料。孙玉瑶的资料，对，就要他的。好。所以你一早就计划好了，要嫁祸给顾章。不，是从你发现他的那一天。
就凭顾章那个德行，他的事早晚被你们挖出来。我不如顺水推舟，反正他本来就该死。所以你一早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？何止是知道，就算不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我早晚也会杀了他。孙医生，藏什么呢？你怎么这个样子？那个被你当做替罪羊的护士，她被医院开除之后做了舞女，而曹院长被杀当晚，顾章整晚都在他们舞厅。原来如此。刚才在车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是哪里露出了破绽？可是顾章怎么可能乖乖束手就擒，让你杀了他？别忘了，他是个酒鬼。他竟让毒气！哎，黄包车！怎么又喝这么多？哎，帮个忙。救人的感觉不比杀人好吗？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回头吗？回头啊？怎么回头？从我成为孙玉瑶的那一刻起，这条路就只能走下去。陈远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你把孙玉瑶埋在哪儿了？尸体腐败比较严重，但这个耳环和孙玉瑶。
你看，像不像下雪？哎，扶我一下。哦。要不还是封上吧，落灰啊。不封，还有这装灯的钱，你说了不用我出的，不许反悔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绝对说话算话。我离开这儿之前都是我来付。他都在这儿坐了2天了，为什么不回去等呢？张大江，张大江，张大江，丫头们，帮忙！张大江，张大江，张大江。您节哀。也是，我看你好像也没什么事儿。嗯，那我先回去忙了。去吧，你好好休息。去吧。哎，孙大夫，你就让我住院吧，我这刚查完案子，我就想好好休息休息。你们也挺不容易的，断个案累成这个样子。不过这次曹院长的事情，多亏了有你们。真没想到，曹院长竟然是被劫匪杀害的。最近这世道不太平，哎，你们平时出门也得加点小心。那个绑匪是怎么抓到的呀？孙大夫，你也对查案子感兴趣啊？啊，那倒不是。自从曹院长被害以后吧，这医院里面人心惶惶的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们别太担心了。像曹院长这种案子就是个例。再说了，现在凶手也抓到了，放宽心。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花钞票。2次发病都是在半夜，还好孙医生在。孙大夫来了呀！哎，孙医生好。孙医生好。林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最近一个人在病房里待得太无聊了，我就想出来透口气。你现在这种情况需要休息，不能乱跑。要是实在觉得无聊，我让护士给你送几本杂志过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谢谢你啊，孙医生。3床那个病人啊，体温记得监测一下。哦，好。我们受团座的委托来慰问你。感谢团座。那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呢？托团座的福，还不错。这个是我们团座的一点心意。团座让我们转告你，您现在有什么需求，尽管告诉他，他一定尽力安排。团座费心了。那顾先生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了，您好好休息。
我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吓我一跳！一惊一乍的，你老说家里脏，也不看看你这儿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过来。怎么了？隔壁病房的病人好像在装病。装病？什么病？具体我还不太知道，但那个人看起来鬼鬼祟祟的，我觉得他肯定有问题。哎，你回去让宝哥好好查查他。吃橘子吗？吃。这地儿消费水平不低。这来一次得多少钱？至少你半个月工资。啊？那我一个月只能来2次啊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没说错。这儿倒对。客户病房住的是谁啊？说说吧。据我所知，原本住的应该是前。住在病房的是他的儿子顾城。你醒醒啊，爹！你不能死！孙医生，哎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孙医生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起来再说。你不答应我不起来。你说。求你，别让人知道我爹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孙医生，你知道，我爹住在这儿，每个月都有政府的补贴金，我没本事。我们全家人都靠我爹的补贴金活着。我爹要是死了，政府的补贴金就没了，那我全家人都没法活了。孙医生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孙医生。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你听我说，我可以办成我爹。开什么玩笑？不行不行！孙医生，你听我说，我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说我跟我爹长得像。你放心，我只要办成他，一定没人能认得出来。顾先生已经去世了，这是你瞒不住的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补贴金，我全家老小就都没法活了。孙医生，你是医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
我死了没问题，我还有个孩子，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心脏问题，医生说他活不过6岁。但是这么多年，我想尽所有办法，花光家里所有积蓄，我就是为了能让他活下来。医生，求求你了！这里是医院，下个月就6岁了，下个月就6岁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如果被人发现，你不但当不了医生，还要蹲班房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我要是不帮他，他的孩子就真的没希望了。我是一个医生，我做不到见死不救的。那请问这位医生，你们是怎么处理顾志廷的尸体的呢？那我他不知道顾章在外面寻花问柳。依我看，这个顾章有没有老婆孩子都不一定呢。咱应该放长线钓大鱼，看看他到底对咱隐瞒了什么。假设曹院长知道顾章的事，那顾章杀他的可能性就大了。我刚算了一下，顾志廷每个月的补助是150块钱，扣除掉医院的费用，根本不够顾章在舞厅的花销啊。顾章是哪来那么多钱去那么多次舞厅的？我想不明白的是，我就是在想，如果真的是顾章杀了曹院长，那医院里那么多人，他是怎么做到掩人耳目的呢？来，顾章的地址搞定了，而且还有个意外收获：16铺老水虫码头，最近来了一批新的洋装货，据说是广仁医院的灵药啊。顾章偷药吗？那就说得通了，广仁医院的药那可是不便宜的。一会儿咱去探探。你们去探吧，我还得回医院呢。来，咱一块儿祝林兰早日康复啊！哎呦，求求你们不要来了呀！人早就跑掉了。你们这么闹，吵得我们不得安生。我们是中央巡捕房的。哦，你们不是来要债的呀？我们就是想问问，这是顾家吗？是的呀，不过人早就跑掉了呀。跑多久了呀？大半年了。哎呀，天晓得顾家那个侧老在外面欠了多少银子钱，隔三差五的就有不祥人拎着斧头堵在我们弄堂后面。阿拉同这种人做邻居，这是前世造的孽。那他太太和孩子呢？哦，他这样的侧老哪里讨得起娘子嘛？要不是他老子是当差吃皇粮的，他早就饿死了。我们新给您配的药还适应吗？是呀。只要您按疗程服用，恢复的会很快的。还有就是多喝一点牛奶、鸡蛋。
心啊！哎，这个别压啊！好好好。小心啊！啊。走走走，放心吧。老哥，兄弟，有没有白药水啊？什么白药水？我这儿是货运库房，你买药水你去药房去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他就是以为你这儿有洋装货呢。哦，两位要这个是吧？有，稍等啊。我这药都是卖给自家兄弟的，我没有乱买呀！好饶命，好饶命！这药哪来的？就是在那个广仁医院买的，他们那里不定期会有人拿了药出来卖。什么人卖给你的？说是药房里的护士。你确定是个女人？我说的这是真的，这男人女人我分不清楚吗？我知道了。顾章，这个是我在他床底下的行李箱里找到的，很有可能就是顾章杀了曹院长。正是因为他穿了护士服，又是晚上，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。那现在先把人抓回来再说。人呢？刚才。林探长，接了报案，徐家汇路亭子间发现一具男尸。是左右，双手无抓痕，指甲洁净，未见自卫伤。哎，桌子上找到的。家父亡故，本应风光大葬，却草草入土。吾冒名顶替，枉为人子，只为那区区碎银。鬼迷心窍，走火入魔，残害曹院长，逃避罪责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良心不安，唯有一死，以谢平生。结案吧。不能结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案子根本就没查完呢。你还要查什么呀？现场记录、尸检报告，还有这个遗书都在这儿，还查什么呀？我们才刚找到证据，他就自杀了，会不会太巧了一点？哎呦，我说林兰呐，你是不是侦探小说看多了？哪儿那么多巧不巧啊？结案，你们几个今天都给我早点回去休息。你们觉得他是自杀吗？尸体上没有其他外伤，也没有抵抗伤，而且他颈部的一痕也和麻绳吻合，这确实符合自杀的所有特征。你俩呢？邻居我已经问过了，昨晚没人听到他家有什么声响。
三喜姐，哎，这个案子不是结案了吗？是啊，但我就是还有很多地方想不通。想不通啊，就别想了呗。事事都求想得通，人生就太苦了。嗯。三喜姐，啊，真的是我想多了吗？想没想多，我不敢说。不过查案这个事儿啊，有时候也要看运气的。卖报了，卖报了！后外，某人医院凶案告破，真凶竟是病榻黄土。给我来一张报。好，拿着。来的什么人啊？不清楚，还挺着急的。李长官，顾章他不是凶手。你们终于来了。顾章根本就不是自杀。张小娟刚才来巡捕房告诉我，曹院长被杀当晚，顾章整晚都在舞厅，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杀人，就更不可能是为。通过显色反应测试，出现了变色反应，说明顾章体内含有苯巴比妥。什么是苯巴比妥？苯巴比妥，一种麻醉剂，人一旦使用过量，就会陷入昏迷，失去反抗能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顾章被人下毒了？对，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了一点，因为顾章被人下了毒，所以失去了肌肉控制能力。我的人一定是对药剂非常熟悉。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孙大夫已经离开了。法国董事知道顾章的事情之后非常生气，就让孙大夫和他的护士全都走了。那你能让我们看看孙大夫的资料吗？来。
这个孙玉瑶，我们之前太忽略他了。人没找着，东西也搬走了。宝哥，你再差人去打听打听，最近几天有谁家房子租出去了？好。这也太不合理了。名校毕业，医术精湛，他经手病人的死亡率却是其他医生的1倍。故意造成病患死亡，那可是很大的事情啊！医院为什么不报警呢？应该是。谁让你来这儿呢？宝哥，不是你让我去找那个孙玉瑶的吗？她失踪了。废话，不失踪我用你找啊？不是，是华建那边有人报案说孙玉瑶失踪了。老人家，孙玉瑶是您的女儿啊？她在华阳医院上班，她很久没回娘家了，我就去找她。可是他搬家了，医院的人都不知道他去。孙大夫啊。他早就不在我们这儿了。您说的孙大夫是他吗？他哪是孙大夫啊？宝哥，你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打听了，但是目前没有陈玉兰租房的消息。我已经把范围扩大到整个租界了。不会被他给跑了吧？
各位同仁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孙医生。欢迎，欢迎，大家好。孙医生名校毕业，又在法租界广仁医院任过职，大家以后要多多向他学习啊！以后多多指教，孙医生。哪里哪里，以后大家要相互帮助啊！孙医生，你先忙。我要把这事上报给巡捕房。他确实是被人勒死的，但勒死他的就是坐在门口的那个女人，那是他爱人。没有人比她更希望自己的丈夫能活着，但死者已经放弃了。她活着的每一天都很痛苦，她甚至连自杀都完成不了。兰兰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？妈妈得了很重的病，然后呢不好好吃药，所以爸爸才交换了药瓶，只是为了让妈妈能够好好吃药，快点好起来。可是我看见爸爸把枕头压在妈妈脸上，然后妈妈就不动了。但是这就是谋杀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剥夺他人生命就是谋杀。大姐，那您小点声，我怕他听不到我叫他，找不到回来的路。活着也是遭罪，走得痛快也好。哎，人呐，阔悲呀，阔悲！人为什么总是要为别人的人生做决定呢？那就要看你怎么定义死亡了。即便肉身没有了，但他生前喜欢吃的糕点，睡前的唠叨，爱哼的小曲儿，哪样没缠着活人的脑子绕啊？你越来越像个爱唠叨的小老太太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孩子，试试看。扔了多可惜啊，还能穿。留着那买衣服的钱给我交电费。哦，你这手艺可以啊。生活嘛，破洞常有，补上就行，还能添点彩。丫头，去拿3个鸡蛋。
张督察，来的正好，康仁面馆的蟹黄面，1人1份，尝一尝。康仁面馆，哎，涛，你可真行，这家我们平时根本订不到位。我是谁呀？谢谢涛，谢谢涛，谢谢涛。13，哎，你呢先回去，一会儿我把饭盒给你送过去。好啊。要不先放我这个吧，我正好能扛。你这表现太硬了。不是我，你先。藏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让开，我都看见了。生日快乐！哦，是这意思啊。我看看，所以这是我生日礼物啊。三喜姐，太明显了。你什么时候织的这个？他没意思，上来就被发现了。这2天悄悄织的，你看合不合适？合适。哎，织的比较匆忙。谢谢三喜姐。哎，客气。这个注：笔落破奇案。